这是一个无人敢用的手机，只因用了它的人会得到2400万美金。锤弟身患绝症，同时公司破产，家里还有一个怀着孕的老婆。为了能让老婆和未出世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，锤弟四处奔波寻求帮助。而现实是，在你落魄的时候，没有人是你的朋友。他四处碰壁，无人帮忙。然而就在他绝望之时，他收到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你有困难，我可以帮你。锤弟已穷途末路，再三犹豫之下，他还是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。老板热情地招待锤弟，他对锤弟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。在经过一番交流后，锤弟才知道这家公司帮助他的方式居然是猎杀他。锤弟直呼神经病，起身便要离开，但是老板的一句话让他停下了脚步。两人来到天台，老板说：反正你已经得了绝症，早走一天晚走一天没啥区别。如果参加这场猎杀游戏，你或许还能给你的老婆留下一笔财产。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后，锤弟还是同意了。老板向锤弟介绍，这个游戏可是有2000年的历史。一群富人厌倦了眼前枯燥乏味的生活，他们总想变着法儿的找点刺激，于是这家公司便顺势而生。富人出钱，公司出力，专门找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参加游戏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一个猎物，5个猎人，猎物每活1个小时，账户上就会打入100万。游戏时长24小时，由日出开始到下个日出结束。猎物不能出城，不能报警，不能向所有人透露这场游戏。如果破坏游戏规则，将会遭到永无止境的追杀。猎物要拿一部手机，每过1个小时，手机就会开启定位15秒，猎人会顺着定位找到它。而猎物要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的活下去。锤弟毫不犹豫就拿起了手机，然后就紧张地逃出了餐厅。他疯狂地跑上了一辆公交车，公交车上锤弟感觉谁都想抢他的手机。这时邻座的男人准备打开自己的背包，锤弟突然冲着司机大喊停车，然后又神经兮兮地疯狂逃跑。即便被车撞了，他也毫不在意。让他不知道的是，路上已经有人盯上了他。接着他又跑进了一个无人的走廊里，忽然身后出现一个西装男，男人的小手一挥，便拿出一把弹簧钢锥。锤弟不由分说直接跑路，躲进厕所的隔间里，而西装男紧随其后。他先是优雅地脱下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挨个隔间检查，终于在最后一个坑位找到了紧张的锤弟。正在男人要动手时，锤弟突然用门撞倒了男人，随后便夺路而逃。刚跑到楼下，锤弟的手机响了，随后便开始了倒计时。他想借助老年旅行团的掩护离开这里。突然，一个邋遢男人用40米长的钢刀抵住锤弟的腰子，准备带锤弟找个没人的地方干掉他。就在两人坐上电梯的时候，刚才的西装男看见他俩，他不允许自己的猎物被别人抢先一步，于是按下了紧急按钮。接着电梯突然急停，把上面的人都晃了个措手不及。锤弟趁机一个肘击将邋遢男干了一个四眼八叉，便头也不回的继续逃跑。西装男在后面穷追不舍，锤弟由于过度紧张，跑路的时候翻下了楼梯。没等他爬起来，西装男已经堵住了出口。锤弟正绝望时，从西装男身后出现一名警察。奇怪的是，在警察的盘问下，锤弟并没有告发西装男，于是在警察的掩护下，他再次脱逃。随后锤弟在路上抢走了一辆独享单车，骑上就跑。车主无奈地喊了一句王德发。就在锤弟骑到一个巷子里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男人扑倒，原来就是刚才那个邋遢男。他扑倒锤弟后，上去就是2个大电炮，锤弟也回敬一拳，邋遢男掏出钢刀就捅了过去，锤弟一个闪现闪避一刀，随后起身逃跑。而邋遢男的脚被自行车卡住，眼见锤弟越跑越远，他甩出一记飞刀，但却定在了旁边的墙上。锤弟一路奔逃，跑进了地铁站。而此刻西装男就在他的对面伺机而动。这个男人刚上地铁，就在车门关闭之时，身后有人飞出一把钢锥，直接钉在玻璃之上。锤弟转头看向车外，外面的男人还朝他招了招手。没过多久，锤弟来到了一座教堂，试图在这里倾诉一下压抑的心情。刚坐下，这一下把锤弟的魂都吓丢了。就在他说话的时候，门帘子外面出现一个人影。锤弟精神极度紧张，他小心地站了起来，突然扑了出去，一把将外面的人按倒，盖着门帘子一顿大点炮，给对方打得鼻孔窜血。好在隔壁的老黑及时把他拉开，原来挨打的小伙只是在门口排队。锤弟感觉自己的精神都要崩溃了。此时手机又响了，倒计时也随之开始。他知道只要手机一响，就会有人跑过来杀他。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老黑一路跟着他不停地叨叨。锤哥拿出夺命手机告诉老黑，倒计时结束之前，他如果还在这里，就会有人来杀他。谁知这时老黑也掏出一个同款手机，原来老黑也是追杀锤弟的。这下锤弟彻底懵逼了，刚准备逃跑，没想到老黑已经提前把门锁上，边说边从挎兜里掏出一把羊角锤。锤弟见状也随手拿起一根木棍，
老黑嬉皮笑脸地转移锤帝的注意力，然后突然发难，砸掉了他手中的棍子，照脸就是一锤子。锤帝推开老黑想开门逃跑，却被老黑一个大电炮再接一锤子撂倒。看着失去战斗力的锤帝，老黑开启了嘴炮模式，逼逼赖赖半天，刚要动手，没想到却被铁门挂住了锤子。锤帝站起身，用力地挤了2下铁门，把老黑挤得呜嗷直叫唤。没几下，老黑的锤子被挤得掉在了地上。锤帝挥出2个点炮反击，没想到反被老黑打倒在地。在两人缠斗的过程中，锤帝一个兔子蹬鹰把老黑蹬出门外，然后趁他反应过来之前，迅速把铁门关上，用木棍别住门锁。老黑捡起锤子向锤帝咆哮，见锤帝根本不上当，于是便改变战术。他说要告诉锤帝一个秘密。就在锤帝靠近的时候，他一锤子扎进了锤帝的大腿上。受伤的锤帝拔出锤子，他被自己蠢哭了，随后便砸开了另一面的门锁，走出了教堂大门。刚出大门，他就看见一辆汽车，而这辆汽车之前曾经缓慢地跟踪过他。他二话不说便扎破汽车轮胎，然后走到胡同里给一个男人打电话，说这比马内他不要了。但是电话那头却告诉他，游戏开始就不能停止，建议他还是先处理一下自己的伤口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锤帝只能先处理一下伤口。处理完毕，锤帝刚准备继续跑路，咣当一下就干了一个大马趴。锤帝知道自己再也逃不了了，他决定开始反击。女人的老公丢了，奇怪的是，自从老公消失之后，每过1小时家里的账户就会多出一大笔钱。她打电话给丈夫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一无所获。挂断电话后，她无意中在丈夫的本子上看见一张名片，而此时她的丈夫正在偷衣服。她悄悄地拿走了一身囚服和帽子，走到大门口，掏出正在倒计时的手机，一边默数着，一边换上了刚刚到手的衣服。然后门口就涌出一大群球迷，锤帝随后转身跟着人群往外走。而此时，西装男也顺着定位火急火燎地赶到比赛现场，看着定位就在眼前，他笑了，可一抬头他就傻眼了。在这一大群人中想找到锤帝可谓是大海捞针，而锤帝混在人群里不敢抬头。不料正在此时，服装摊的老板发现了刚刚偷衣服的锤帝，抓住锤帝就跳起来打他的胳膊。这边的争吵吸引了西装男的注意，锤帝只与他对视一眼便转身逃跑。跑到停车场后，锤帝就钻进了一辆车的后备箱里，而西装男赶到时恰好后备箱被关闭，并没有看见锤帝。锤帝就这样躺在后备箱里躲着。突然他听见车主夫妻2人的对话，原来他们准备开往城外，而锤帝是不能出城的，于是他拼命地敲击后备箱。车主听见后立马停车查看，打开后备箱，锤帝钻了出来，随后便一瘸一拐地逃离这里。不一会走到一个加油站，看着正在加油的出租车里面没有人，他开上车就走。司机见状也大喊了一声王德发，锤帝一路奔逃，不知不觉把车开回了家。透过窗户看见四处打探他下落的妻子，他还是没忍住想要进屋抱抱她。刚到门口就看到被踩碎的地砖，接着听见摩托的轰鸣，他立马就往车上跑。黑衣人骑着摩托紧随其后，锤帝向前一扑，躲过一击，随后开始了速度与激情。在追逐过程中，黑衣人用飞镖扎破了锤帝的轮胎，锤帝继续开车没有理会。随后锤帝看见后视镜里的摩托车摔倒，他以为自己甩掉了黑衣人，突然黑衣人从后座出现，用钢丝勒住锤帝的大脖梗子。好在锤帝用手顶住钢丝，眼见手心拉拉淌血，锤帝一脚油门直接撞到水泥墩子上。好在锤帝有气囊保护，没什么事。他下车后看见黑衣人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，原来他就是教堂里的老黑。他已经这个熊样了，还用语言刺激锤帝，甚至还用他的妻子威胁。他断定锤帝不敢下手，锤帝忍无可忍。现在猎物反杀了猎人，到底算不算犯规呢？男人偷了一张船票，只为上船吃一顿自助餐。上船之后，他问服务员几点开餐，跑了一天，他实在太饿了。然而女服务员告诉他还有10分钟才开始。锤帝听后转头便往餐厅走，进到餐厅后拿起水就准备喝一口，这时女服务员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二话不说就是一个撂蹶子把锤帝踹倒，随后又是一个大肘子，锤帝反手就回赠一个大炮子，这娘们也不是善茬，紧接着就把锤帝按倒一顿大点炮。原来他也是一个猎人。两人在一番花拳绣腿之下，锤帝被打倒，女人捡起肉串就要给锤帝一签子，锤帝拼死抵抗，借助火苗烧了女人的腿，他借机跑到外面，追过来的女猎人却告诉他这船马上就要出城了，吓得锤帝赶紧爬到船顶抓住大桥的桥梁，女人紧随其后跟了上来。锤帝见状一个蹬腿把女人送到海里，不得不说这波人头送的属实不太合理。随后锤帝找到衣服捐献箱，换了一身衣服后找到一个胡同休息了一下。此刻手机上的倒计时又开始了，他也变得不那么慌张了，从容地来到一个操场上，找到一个水坑准备喝点水，抬头一看对面的狗子嫌弃地走开了。这时一个汽车朝着他开了过来，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不想再逃跑了。没想到来人居然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刚上车后面就有一辆跑车紧随其后，锤帝看着跟上来的跑车，他不想连累朋友，
于是，在一个路口直接开门跳车。跑车停车之后，从上面下来的赫然是西装男，而锤弟此时正小心地走着，突然一个大炮子打在他的后脑勺子上。等锤弟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出现在一个房间里，被人拿枪指着头。锤弟被人绑架了，因为出现在贫民区的白人只有警察或者要贩子，所以他被误会了身份，被抓了起来。而这些黑人发现锤弟手机账户余额高达1000多万，于是他们想得到锤弟的这笔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倒计时随之开始。Kick the shit out of you. They'll make sure you're feeling as much true pain as anyone. 接着他们就把锤弟拉起来一顿毒打。突然房门被敲响，紧随其后一阵枪响，进来一个老头，手拿小冲锋干倒一地小卡勒咪。躲在厕所里的锤弟此时已经六神无主。而就在这时，窗户外出现了邋遢男的身影，突然子弹透门而入，直接把邋遢男打了下去。门被踹开，老头看着吓傻的锤弟，掏出了一个电击器，因为游戏规则不允许用枪击杀猎物。刚要动手，老头被一枪爆头，原来是一个没凉透的卡勒咪给了老头一枪。锤弟捡起手枪，拿了手机就跑。而走廊里，那个男人又出现了，原来他是公司专门清理事故现场的工作人员。走出去后，锤弟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他决定开始反击。于是他来到一个工厂，在里面布置了一些陷阱，随后赶在倒计时开始之前，打开了工厂的灯牌。随着倒计时的开始，剩下的3个猎人都出现在工厂的大门口。经过简单的交流，几人纷纷进入工厂。而最先发现锤弟的是邋遢男，他被锤弟用枪指着。邋遢男丝毫不慌，甚至还告诉锤弟妻子已经被他们绑架了，让他把枪放下，把游戏按规矩完成。突然楼上女猎人走路发出了声音，锤弟下意识回头看，而邋遢男趁机一个大炮子把锤弟按在地上摩擦。锤弟反击之余还用机关压住了邋遢男的手，让他无法移动。而锤弟刚起身离开，就绊了一个大跟头，手枪也随之掉落。突然一只手捡起了手枪，来人正是锤弟的朋友。锤弟认为朋友也是来害他的，两人交流不算友好。突然朋友举起手中的枪指向了锤弟，随后邦邦2枪打中了锤弟身后的女猎人。女人刚刚倒地，朋友肩膀就中了一枪，原来是西装男在楼下开枪。锤弟把朋友扶到一旁后，随手打开了机关，顿时大量的石油顺着管道流出。看着满地的不明液体，西装男感觉不妙，转身就逃。而锤弟已经顺着安全通道早已逃之夭夭。瞬间工厂发生了爆炸，大火也随之吞噬了整个工厂。外面准备收拾现场的工作人员刚要开始工作，突然被锤弟一枪把子抡倒。锤弟逼他说出了妻子的位置，随后锤弟找到了绑架妻子的建筑，刚把妻子松绑，西装男紧随其后。锤弟手臂中了一枪，他告诉妻子，西装男比较守规矩，不会伤害游戏之外的人，于是拔腿就跑。西装男果然看了一眼锤弟妻子，不但没有动手，还夸她长得好看。另一头，锤弟来到顶层，此刻的他已经走投无路，西装男追了上来，用枪指着他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锤弟说用枪就是破坏游戏规则。西装男一想也是，随后便收起手枪，拿出了弹簧钢锥，刚要动手，锤弟往后一退，双手抱住凸起的房梁，险些丧命。而西装男也不紧不慢地准备送锤弟最后一程。正在他动手的时候，突然一道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游戏结束了。西装男收起了武器，并伸出手把锤弟拉了上来。这是我见过最守规矩的人了。正在锤弟和妻子正沉浸在劫后余生里，口袋里的电话响了，是公司老板打来的。他告诉锤弟，锤弟没得绝症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参加游戏而制造的假象。现在他获胜了，那么就用这笔马内好好度过余生吧。